皇上，奴婢拦下了一盘有毒的糕点，经查问，是圣常在叫人送去延禧宫给贤贵人的。他这是要赶尽杀绝。也难说。为了怕乌拉那拉氏反扑，自保也是一种说法。无论如何，这糕点都已经送到延禧宫了，就说明有多少人盼着他死。就算你把他留在后宫，又能保全他的性命多久？这么多铁证，如意翻不了身的。让他去冷宫吧。你越查得紧，越逼着人对如意下手。有时候啊，就是需要权宜之计，才能够以待来日。奴才，奴婢自知不活，今日便和小鹿子一样，一头撞死在这里。皇帝，有人拿一条命来告发贤妃谋害皇嗣，而且事涉嫡子，你就真的全然不在意了吗？人证物证俱在，贤妃她也无从抵赖。臣妾百口莫辩，只要请皇上明察，这一切臣妾都没有做过。这绝对不可能是姐姐所为，姐姐不是这样的人，她没有这样的心思。想开些吧，如意能不用被赐死，能不用被抄家灭族，能留着性命，就是万幸了。与你合适的未必是你所愿的，你必须做的事未必是你愿做的事情。每一个决定有它的所得，也总有它的代价。玉壶，奴婢在。真要你查的事情，别再查下去了。皇上有难处。是，皇娘也不赞成再查。后宫的水太深，一搅就浑了，还脏着了您。朕有2件事情要你去办。佳嫔住在真香馆，朕要你亲自照料佳嫔，直到生产，母子平安。奴婢会的。第2，在冷宫里，都是历代被遗弃的嫔妃，好歹都是宫里人，朕不希望有人死在里面。奴婢知道怎么做了。先下去吧。是。臣妾就按皇上的旨意，将永璜挪去钟粹宫，再将乌拉那拉氏移去冷宫。这样也好，眼不见为净，省得皇上想起了乌拉那拉氏便要生气。路走荒郊壮士追，蛙身紫色总男儿。拔山扛鼎新何报？持剑辞追志不移。天下不闻歌楚歇。正中为鉴看于心，是永璜吧？故乡三户中何在？千载这孩子无疆不喜悲。锦州，叫他进来。这哟，大哥，您这是做什么？您快起来，皇上传您了。儿
儿子请皇阿玛、皇额娘安，请圣常在安。越发的没规矩了。永皇，皇子与公主待庶母皆以娘娘相称，你对圣常在也不唤句圣娘娘，实在是疏忽了礼数。臣妾原是伺候大阿哥养母的宫女，大阿哥不肯按规矩称呼，也是情有可原的。儿子是母亲细心抚养，从未教坏过儿子，更未怂恿过儿子。今日儿子背诵的御诗，乃是母亲亲口教导。母亲时时刻刻把皇阿玛放在心上，怎么会残害皇阿玛子嗣，还请皇阿玛明察。乌拉那拉氏便是抚养了你，才生出了坏心，你实在不必为他求情。大阿哥，乌拉那拉氏疼您，只是想借您邀宠夺嫡，您被利用了，还蒙在鼓里呢。你胡说，就是你被主求荣，诬陷母亲，你会遭报应的。永王，不得无礼。朕告诉你，也告诉所有人，以后你就由纯嫔来抚养，朕也不许任何人再为乌拉那拉氏求情。李煜，带他出去。大阿哥，请吧。皇上的安排真是妥当极了。贵妃有家室，若是由她抚养大阿哥，又生出夺嫡的妄念，就坏了。纯嫔无甚宠爱，又无家室，况且还有自己亲生的儿子，能多疼大阿哥呢？额娘屡次嘱咐，要保全永莲和富察氏的前程，本宫自当竭力。如今乌拉那拉氏自食恶果，可本宫也不想看着贵妃一人做大。嘉嫔玉玺，您扶阿若上位，纯嫔又有2位阿哥，平分秋色，谁也占不到便宜去，您就可以稳坐中宫了。永莲没有得孝正之前，本宫也不用这般处心积虑的谋划，求得后宫平衡。可如今永莲得了这个病，本宫不得不处处小心。要是还看着乌拉那拉氏母子做大，或是谁动了别的心思，来日为难了永莲，那本宫也就不配为人母。奴婢明白，您是一心为了富察氏，一心为了二阿哥。总之，如今皇上把乌拉那拉氏打入了冷宫，又挪了大阿哥去钟粹宫，您就可以安心了。母亲，母亲，交代你的事儿都做了。儿子不敢辜负母亲，都已经做好了。皇阿玛生气了吧？皇阿玛训斥了儿子，还说不让儿子再跟着母亲，要让纯娘娘来抚养儿子。那太好了，纯娘娘心思细，她知道怎么照顾你，你有了好的去处，母亲也就放心了。大阿哥，以后有任何事都可以来找海娘娘。珠儿，李公公来了。皇上口谕。皇上口谕，乌拉那拉氏谋害皇嗣，罪无可恕，褫夺封号，废为庶人，终身游居冷宫。
事，谨遵圣旨。姐姐，遗主，姐姐，遗主恕罪，您没了封号，奴才只能这么称呼您。李公公，咱们里边说话吧。是。李公公，这件事情还有转圜吗？太后做主，皇上圣旨，再加上阿若，慎常在得宠，皇上时常让他陪着，旁人想要进言也不能啊。看来这件事，皇上是真信了。一婢娘娘轰了，那就如火上浇油啊！遗主，趁着只有奴才在，明儿又是奴才，送您入冷宫。一些金银细软什么的，您就赶紧收拾起来。到了冷宫那种地方，也是需要用钱的。主儿，奴婢要跟您一起去冷宫。奴才也去。跟我去那种地方做什么？在外边可以找一个更好的主儿伺候。奴婢说过，要一生一世伺候主的。奴才也是。遗主，虽然您被褫夺了封号，废为庶人，但也不能没人照顾。带一个进去也成。别的不说了，以前阿若总是为难所心，这要把她留在外头，恐怕更吃亏。好，冷宫虽然清苦，索性跟我进去也是好的。三宝，你就留在海贵人旁边。姐姐，我知道你会拒绝我，可是你身边只有叶心和泽之，三宝留下来也好多个照应。索性，您陪着遗主，好好收拾一下。明儿我就来送遗主。大阿哥，您得去纯嫔娘娘那儿了。永皇，去纯娘娘那儿，以后再也不要跟任何人提起母亲，记不记得？去吧。遗主连大阿哥都这么疼爱，奴才实在不相信您会去害别人的孩子。丽月，帮我个忙，我想再见一见皇上。遗主，圣旨已下，事情已经定了，还来见朕做什么？臣妾心有不甘，想问皇上一个问题：皇上信不信公允之道？朕相信。你这么瞧着朕做什么？臣妾想看清楚皇上，可是怎么也看不清楚。
今日午后，朕听了一阙檄文，是墙头马上。墙头马上遥相顾，一见知君计短长。还记得当时，你与朕听着檄文，情投意合。朕还亲自选你为嫡福晋。如今，让你进冷宫的也是朕。是皇上的本心吗？是不是朕的本心已经不重要了。如意，连朕自己都不知道，朕的一点本心，在时局面前，能有多少意义？当年皇上的本心是选择臣妾。谁知恰巧姑母失宠禁足，先帝也不喜欢臣妾。时局虽坏，但皇上还是保了臣妾的侧福晋。朕为天子，还不如做一个皇子。天子的掣肘比皇子多多了。朕真的很难。就为了皇上这句话，臣妾愿长居冷宫。如果时日真的有用，希望可以洗去臣妾的冤屈。保重自己，护好自己的性命。清清白白的与朕相见。臣妾此去，只求皇上福髓安康，岁岁长乐。那簪子挺衬你的。这定是皇上的新花样。素来花开并蒂，多是莲花，偏皇上选玫瑰。玫瑰花多刺，但又让人忍不住去摘，多惹人爱啊！